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nconventional Chinese， 我是周娜老师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的朋友深陷网贷的故事，请打开字幕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一杯奶茶的钱可能会把一个人推向深渊，最后被生活打垮。我的朋友李浩原来是一个广告公司的产品经理，收入不错，生活也很稳定。可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，公司开始裁员，他变成了他们公司第一批失业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他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朋友都劝他先去贷款撑一撑。我这个朋友李浩想都没想，先点开了一个网贷平台。第一笔他借了3000块钱，利息呀不算高，平台显示你只要按时还款就没问题。他告诉我，这不算什么，撑一段时间，我总能找到新的工作。可是，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李浩越欠越多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仅仅要还网贷平台的利息，还要借新的来还旧的。有一天，李浩告诉我，有一个名叫阿斌的人给他打来电话，问他：哥们儿，缺钱吗？我这边有快速的通道，不查你的征信。李浩又打开链接，是一个高利贷平台，利息吓人的高。但是他说服自己，只要快点找工作，这些钱他总可以还得上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步是他走进深渊的开始。2个月以后，李浩已经欠了6笔不一样的网贷，每天都有陌生的电话催他赶快还钱。在长时间睡不着觉的情况下，他终于崩溃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连1天都睡不着一个好觉。这时候，我们一个曾经的同事联系他，给他打电话。听说最近你的情况不太好，我帮你介绍一个人，他们可以罩着你。罩着我？哦，也就是说，你加入他们呀，就有人罩着，有人罩着，就不怕别人来催你还钱了。啊，那不就是黑社会吗？对，就是黑社会，你来给黑社会打工吧。李浩虽然笨，但是他怂啊。他想了想，说：好吧，
我可以加入你。加入他们以后，他从被催债的人变成了去帮黑社会催债的人。就这样，他一步一步的掉入了深渊。想要走，没门儿。这些黑社会告诉他，你欠我们的钱得先还上，你才能够走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李浩的生活就是在替黑社会打工还钱。他开始想念以前的日子。他看到以前的同事在朋友圈里发的照片，他怂的不敢点赞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他催债催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址，是他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家，小郭。小郭看到他以后非常惊讶，李浩，怎么是你？你混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你知道你在为谁工作吗？他们是黑社会呀。在他的朋友小郭的劝说和警察的介入的情况下，他终于决定要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。他要配合警察的调查，也要进入正常的、合法的还款程序。他开始正经的工作，他开始一点一点还那些他欠下的钱。从那以后，李浩搬家了。他搬家搬到一个很小的城市里，开了一家很好的面包店。他总是告诉那些来吃面包的年轻人，在你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不要碰任何网贷，也不要碰任何的高利贷，不要轻易的欠下你还不起的利息和钱。你有朋友借过高利贷吗？你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应该改变的是谁？是借款文化，是这个社会，还是李浩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一杯奶茶的钱可能会把一个人推向深渊，最后被生活打垮。我的朋友李浩原来是一个广告公司的产品经理，收入不错，生活也很稳定。可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，公司开始裁员，他变成了他们公司第一批失业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他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朋友都劝他先去贷款撑一撑。我这个朋友李浩想都没想，先点开了一个网贷平台。第一笔他借了3000块钱，利息呀不算高，平台显示
你只要按时还款就没问题。他告诉我，这不算什么，撑一段时间，我总能找到新的工作。可是，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李浩越欠越多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仅仅要还网贷平台的利息，还要借新的来还旧的。有一天，李浩告诉我，有一个名叫阿斌的人给他打来电话，问他：哥们儿，缺钱吗？我这边有快速的通道，不查你的征信。李浩又打开链接，是一个高利贷平台，利息吓人的高。但是他说服自己，只要快点找工作，这些钱他总可以还得上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步是他走进深渊的开始。2个月以后，李浩已经欠了6笔不一样的网贷，每天都有陌生的电话催他赶快还钱。在长时间睡不着觉的情况下，他终于崩溃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连1天都睡不着一个好觉。这时候，我们一个曾经的同事联系他，给他打电话，听说最近你的情况不太好，我帮你介绍一个人，他们可以罩着你。罩着我？哦，也就是说，你加入他们呀，就有人罩着，有人罩着，就不怕别人来催你还钱了。啊，那不就是黑社会吗？对，就是黑社会，你来给黑社会打工吧。李浩虽然笨，但是他怂啊。他想了想，说：好吧，我可以加入你。加入他们以后，他从被催债的人变成了去帮黑社会催债的人。就这样，他一步一步的掉入了深渊。想要走，没门儿。这些黑社会告诉他，你欠我们的钱得先还上，你才能够走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李浩的生活就是在替黑社会打工还钱。他开始想念以前的日子。他看到以前的同事在朋友圈里发的照片，他怂的不敢点赞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他催债催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址，是他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家，小郭。小郭看到他以后非常惊讶，李浩，怎么是你？你混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你知道你在为谁工作吗？他们是黑社会呀。在他的朋友小郭的劝说和警察的介入的情况下，
他终于决定要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，他要配合警察的调查，也要进入正常的、合法的还款程序。他开始正经的工作，他开始一点一点还那些他欠下的钱。从那以后，李浩搬家了，他搬到一个很小的城市里，开了一家很好的面包店。他总是告诉那些来吃面包的年轻人，在你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不要碰任何网贷，也不要碰任何的高利贷，不要轻易的欠下你还不起的利息和钱。你有朋友借过高利贷吗？你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最应该改变的是谁？是借款文化，是这个社会，还是李浩？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，请你给我们点个赞，然后记得关注我们的平台。如果你有一个 Hype 键，请给我们一些积分，帮助更多的人远离高利贷和网贷平台。别忘了看看我们的网站 unconventionalchinese.com， 上面有更多真实、有趣又有用的中文材料。我是朱诺老师，我们下个星期见吧，拜拜。